一夜之间岛国的街头突然出现了一群造型别致的人，咱就说这些人也挺能忍的，不仅不吃不喝，甚至连厕所都不带去的，关键是一站就是几天几夜，动都不带动一下。刚开始人们还以为这又是啥行为艺术呢，直到最后才发现这些人身上都有着惊人的秘密。真羡慕你在手机电量待久时刷到这部伊藤润二恐怖故事改编的真人剧集《地缚者》。小时候我一直看的都是他的猎奇恐怖漫画，但凡看了就不敢上厕所，不看呢又心痒痒。没想到这次的真人版仅仅首播30分钟，就直接冲上了日本短片恐怖视频的榜首。不得不说，这伊藤润二玩猎奇恐怖确实有一套。废话不多唠了，咱们马上开始。话说这事儿刚冒头的时候，全日本没人当回事儿。你想啊，东京街头啥奇人没有？今天有人 cos 稻草人，明天有人装电线杆子，大伙都见怪不怪了。可慢慢的就有人发现不对劲儿了，这帮人是真不动啊！大太阳底下晒一天，暴雨淋一宿，连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有人好心上去递水，人家连理都不理。警察过来维持秩序，人家跟没听见似的。最邪乎的是啥？有个街区嫌站在路口挡道，硬生生把人拉回家去。结果第二天一大早，那哥们儿又原封不动戳回了老地方。这一下可就炸锅了，网上各种传言满天飞。有人说是新型病毒，有人说是诅咒附体，还有人说这是老天爷降下来罚恶人的。老百姓给这帮僵立不动的人起了个名儿，叫地缚者，意思就是被大地拴住的人，越传越邪乎。到最后大伙都绕着走，生怕沾着碰着自己别被传染喽。就在所有人都躲着地缚者走的时候，偏有这么一帮人往上凑，就是民间的义工组织天地会。咱女主小野就是天地会里的骨干成员。这姑娘心善，天天揣着面包矿泉水满大街转悠着给地缚者送吃喝，哪怕人家一口不吃，她也天天不落。组织里的会长渡边更是个出了名的老好人，对下属照顾有加，对工作一丝不苟。在小野心里，这位会长既是领导也是前辈，靠谱得很。可怪事儿偏偏就从小野身边开始了。刚开始时就是小野自己总莫名其妙头晕，有一回在办公室跟渡边说话呢，眼前一黑，差点栽地上，亏得渡边手快扶了一把。结果你猜怎么着？小野跟触电似的猛地就躲开了，连声谢谢都没说，慌慌张张就跑了，给渡边整得一愣一愣的，还以为自己哪句话说错了。其实啊，这姑娘心里一直有个疙瘩，自打2年前出了那档子事儿，她就对男的靠近特别抵触，尤其是这种肢体接触，本能的就发慌。这天小野下班回家，路上又碰见个地缚者，是个半大小子，叫田边。这孩子就戳在公园一块空地上，他妈天天蹲旁边哭，劝也劝不走。小野上前搭话，大妈赶紧劝他说，姑娘你快走吧，这玩意儿传染，我儿子就是因为想他那条死狗才盯在这儿的。原来这块空地是田边小时候养的狗下葬的地方，家里人都以为孩子是思念过度，这才把自己困在回忆里了。小野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他回组织一琢磨，冒出个大胆的想法，会不会所有地缚者站的地方都是他们有特别深感情的地方？亲人离世的街道，初恋约会的街角，住了半辈子的老房子，只要执念够深，精神就能把身体给锁死在那儿。他把这想法跟渡边一说，渡边也拍大腿，恍然大悟，觉得这很可能就是原因，准备就顺着这条线查，说不定就能找到解开地缚的法子。聊高兴了，渡边顺嘴就说，今晚我请客，咱吃点好的庆祝一下。结果小野当场就支支吾吾，说自己正忙着搬家没空。渡边当时就纳闷了，你这房子不才刚搬进来3月吗？怎么又搬？其实啊，这就是小野的秘密。这2年他前后搬了7、8次家，从来不敢在一个地方常住，总觉得有双眼睛在暗处盯着他。可这话他没法跟任何人说，只能打个哈哈糊弄过去。就在大伙都以为执念就是真相的时候，事情竟然出现了反转。第二天上班，渡边没来，电话不接，消息不回，全组织的人都懵了。这位会长可是出了名的劳模，自打成立天地会就没旷过1天工。小野心里也犯嘀咕，但也没多想，忙完1天的活就回家了。结果一开家门，魂都差点吓飞了。失踪了1整天的渡边竟然跟个十字架一样直挺挺就站在他家客厅正中间。你就想那画面吧，深更半夜你推开门，屋里黑黢黢的，一个大男人跟木桩子似的戳在那儿，换谁不得嗷一嗓子。小野缓了半天才回过神，颤颤巍巍问他咋找到我家来了。这渡边也是一脸苦笑，说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早上一睁眼就在这儿了，浑身动不了，跟外头那些地缚者一模一样。小野当时脑子就乱了，
按他之前的说法，地缚者都是困在自己有执念的地方，可渡边从来没来过他家，总不能执念是他吧？他当时只当是巧合，虽然心里别扭，但总不能把上司扔家里不管吧？就这么着，渡边在小野家住下了。白天小野出去上班，回来给他喂饭喝水，晚上俩人就一个站着一个躺着，隔着老远说话。你还别说，这一来二去相处了几天，小野心里那点防备慢慢放下了。渡边这人确实温柔，说话轻声细语的，人也比较绅士。知道小野睡不好做噩梦，就站在床边陪着他，虽然动不了，但那份安稳劲儿让小野头一次觉得身边有个人好像也挺踏实。这天夜里，小野又被噩梦吓醒，小野一边哭一边跟渡边敞开了心扉，说这几年他都没有安全感啥的。说着说着就靠在了渡边腿边，他觉得自己终于找这个能依靠的人了。俩人就这样一直聊到了天亮。到了第二天，外面的事态也升级了，政府眼看地缚者越来越多，压不住了，决定统一集中隔离。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上街，挨个抬地缚者，可刚抬起来，第一个恐怖的事儿就发生了。おい、しかり！おい！しかり！全场的人都吓傻了，可更吓人的还在后面。几乎是同一时间，全日本各地的地缚者身上都开始出现裂纹，就跟烧裂的陶土似的，碰一下就要碎掉。原来这地缚者根本没法挪动，一动就会碎，隔离计划当场就黄了，所有人都慌了。照这么下去，这帮人迟早得全变成碎石头。小野看完新闻，回头看着客厅里的渡边，心里揪得慌。他不敢上报，也不敢动他，就想这么守着他。也就在这天晚上，渡边跟他表白了。他说自己想明白了，他之所以会出现在这儿，不是因为这间房子，是因为小野。说他不知不觉爱上了他，所以才会被定在他身边。小野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感动之余也把藏了2年的秘密全说了。原来2年前的一个深夜，有个蒙面歹徒冒充警察闯进了他的家门，闯进卧室侵犯了他。从那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不敢常住一个地方，不敢跟男人亲近，总觉得凶手还在找他。他说着说着就哭，渡边就在一旁默默听着，脸上的表情却越来越复杂。第二天，小野又去了公园，田边的孩子还站在那儿，他妈已经快哭虚脱了。就在大妈又要去拉儿子的时候，田边终于开口了，可他接下来的话直接把小野干懵了。原来当年那条狗根本不是病死的，是咬了田边一口，田边生气踹了他一脚，没想到直接给踹死了。他害怕挨骂，就跟家里说狗是意外死的，可心里的愧疚从来没散过。他困在这儿根本不是什么执念啥的，而是在赎罪。小野听完，脑袋里嗡的一声，他突然想起街头那个秃头的地缚者，他站的地方正好贴着一张寻人启事，几年前那儿出过一起车祸，肇事司机跑了，至今没找着。他又想起别的地缚者，挨个一对照，后背瞬间就凉了。哪儿是什么执念啊，根本就是罪孽。原来每一个地缚者脚下站着的地方，全是他们当年犯过事儿的地方。有肇事逃逸的，有杀人放火的，有坑蒙拐骗的。你以为他们是被回忆困住的可怜人，其实全是被良心锁死的罪人。大地不会平白无故拴住谁，拴住他们的是自己造的孽。想到这儿，小野顿感不妙，他推开门，盯着站在客厅里的渡边质问他，你老实告诉我，这间房子以前出过什么事儿？可这渡边低着头，就是一声不吭。小野接着说，我问过房东了，几年前这间屋子里有个女孩被人杀了，凶手冒充警察骗开门，抢劫之后还侵犯了女孩，最后把人杀了跑了。作案手法跟我2年前遇到的一模一样。这时屋里死一般的安静，渡边终于抬起头，脸上没有半点辩解，只有满满的愧疚。答案已经不用多说了，天地会的好会长，温柔体贴的渡边就是那个连环作案的变态凶手。他当年就是在这间屋子杀了人，2年前又伤害了小野，他装成好人接近小野，不是什么一见钟情，而是心里有鬼，是愧疚作祟。他变成地缚者出现在这里，根本不是因为爱，是因为这间屋子就是他犯下滔天大罪的地方。小野只觉得浑身发冷，现在才明白，眼前这份所谓的温柔全是裹着糖衣的毒药。他抓起糖果一把扔进垃圾桶。故事到这儿，其实最恐怖的部分才刚刚开始。你仔细琢磨琢磨，这地缚者的设定吓人的根本不是什么怪力诅咒，是人心险恶。你看渡边杀了人，犯了罪，他能若无其事的过日子，还能成立义工组织，装成大善人。他对着受害者嘘寒问暖，甚至还能谈情说爱。你说他是演的吧，他好像又真有愧疚；你说他是真心忏悔吧，他又能把真相藏得严严实实，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现实里这样的人少吗？犯了错，第一反应不是认错，而是藏着掖着，是假装没发生过，以为没人知道，就等于没发生。
可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还有人说，这故事最狠的地方就是他没说这力量到底是啥，是神法，是诅咒，还是人自己的心魔。伊藤润二最牛的地方就在这儿，他不给你标准答案。你觉得是外力审判，它就是灵异故事；你觉得是内心枷锁，它就是人性故事。怎么想都有道理，怎么品都后背发凉。说到这儿，就得提一嘴拍摄的趣事。当时剧组在东京街头实景拍地缚者的戏，演员们往路边一站，双臂张开，表情僵硬。路过的老百姓真以为是行为艺术，围上来拍照的、搭话的、录视频的，一波接一波。导演一看，这效果好啊，干脆就把路人的真实反应都剪进正片里了。所以你看剧里那些围观群众，好多都不是群演，是真路人。你就说这画面有多真实吧，搁现实里冷不丁看见一排人戳路边不动，谁不得多看两眼？又扯远了，咱接着说回剧情。小野拆穿渡边之后，整个人都垮了。他漫无目的的在街上走，看着满街的地缚者，看着忙前忙后的工作人员，只觉得荒谬。前几天还在他心里像座山似的男人，转头就成了毁了他人生的恶魔。你说这事儿上哪说理去？他最后也没报警，也没上报渡边的位置，不是心软，是他突然觉得没意思了。惩罚也好，赎罪也罢，该来的总会来。渡边既然成了地缚者，就注定要在这间屋子里站到碎掉的那天。其实这比抓他去坐牢说不定还难熬。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听雨，关注我，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